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在这个视频里呢，我将介绍 OCR Subtitle 3.0版本的主要的功能。首先我们得感谢网友的热情的反馈，给我发了不少 email 来讲他们希望有什么改进啊，然后有什么 bug 有什么问题，表示感谢。我们这个软件呢，从1.1版一直往上做到今天呢是3.0版，现在线上还是2.9版啊。那么我们也从一个简单的扫描视频中的字幕，在3.0版里边呢，我们将正式引入翻译模块。在翻译模块里面，我们将调用 AI 的应用来取得翻译的结果。那所以呢，我们能够翻译出50多种文字，我自己测试过，大概有10几种。那么扫描呢，能够支持的文字就更局限一点，因为在这个 iOS 操作系统里面呢，它只能支持25种语言的字幕的这个扫描。我们程序是不把您自己的视频传到外网去的，它只是在本机在您的 iPhone 或者是在 macOS 的软件下面进行扫描和识别。另外就是在扫描和识别的过程中呢，尽量保持网络的畅通，因为我们调用的是Apple 自己的底层的扫描函数，这些函数有的时候需要从网络上下载外网的广义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软件包。接下来就让我以这个 iPhone 为例子来介绍我们的软件。那这个软件是同时支持 iPhone、iPad 和 macOS 的系统，并且呢，当您在一个平台上购买了以后呢，可以在另外2个平台呢，采用恢复购买的方式来同样享用应有的功能。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iPhone 的操作录屏。好，这是我在 iPhone 15上进行操作的录屏。那么我们这个软件不管是 iPad、iPhone 还是 macOS，其实都是可以运行的啊。这个操作起来呢大同小异啊。这里我就演示一下。我们看，点击软件启动，启动以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橘黄色的按钮，这个默认是关着的啊。默认打开以后呢，才会启动视频的这个字幕区域的自动识别和这个语种的识别。左边我还没说完，它就走了啊。我们暂停下来。左边这个按钮呢，现在显示的是iPhone 的相册。那么现在点击加号就会让你从相册里选一个视频。那么点击一下这个图标就会变成folder 变成这个文件管理器的选择。从文件管理器里边选择一个视频文件。继续看哈，现在是从相册里选一个视频我们选择了一个日文的演示视频。我们看到它自动找到了字幕所在的区域到这里呢，它已经识别出你的字幕是日文的，然后点击这个 Scan。如果你不点击，5秒倒计时会自动的开始扫描现在开始提取日文的字幕。我这台机器是 iPhone 15，它的提取速度呢，大概比视频速度快5倍。好，到这里我们已经提取完，并且把这个打开了打开了这个提取好的这是我们得到的日文版的字幕刚才那个界面是日文版字幕。继续呢，我们会看到呢，下面还有一些功能这个大家慢慢体会。接下来我们点击了一个这个播放，那么默认播放的是使什么语言的字幕来播放呢？就是您的手机上面的默认的操作系统的语言您默认是英文的，它就默认给你翻译成英文；你默认是泰文的，它就默认给你翻译成泰文。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紧跟着呢，我们点击这个播放，它其实并不会立即播放，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没有英文的字幕，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启动一个界面，自动的让你选择一个 choice，
选择一个 AI 的 app 啊，translate 翻译，然后拷贝这个结果回来。那使什么软件来翻译？我这里看到有这个 Grok，有 Gemini，当然了，ChatGPT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我们看下一步。到这里我已经把这个，这里必须得说一下啊，到这里呢，我们把原来日文的字幕和翻译的要求放在这里了。要点下面的发送啊，这个视频被挡住了啊，这有一个发送按钮，一点它就发出去了。然后我现在的这个 Grok 就开始干活了啊，它这个干活的时间呢，跟您的网速啊，跟您的这个翻译的文件的长短都有关系。哎，看这就是它翻译的结果。翻译结果呢，不要点上面这个复制，因为它的翻译结果会一点点的翻译完，它并不是一下子把你有300行全给你翻译完，不是，我们必须要拖动到下面来，点下面的这个复制啊，点下面这个复制，点这个复制啊，它拷贝完了，拷贝完以后切回到我们的程序，这里一定要允许粘贴啊，一定要允许粘贴，允许粘贴以后，我们自动的就会把英文翻译的结果开始播放啊，这个字幕是可以上下推动啊，来调位置的，然后也可以把手机屏幕转过来。哎，怎么没有转呢？我这个演示啊，可能做的不太一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演示一下如何扫描，这个是手动扫描啊。这个手动扫描我们回过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动扫描这个按钮给它关了，所以呢进来以后呢，它会要求我们先选一个模板。模板是什么？模板就是我这个视频在哪个地方去提取字幕啊，按什么语言来提取字幕的一个设置，你可这么理解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新建一个字幕，给大家看一下新建过程。新建过程首先要选择我们要提取的语种啊，这个语种支持20几种。我们在这刚才选完了，我们选成简体中文，然后我们拖动它的缩略图的时间啊，就可以找到一个位置，看到这个字幕。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点击这个手指头指向的位置。刚才我选了编辑字幕是吧？就是编辑一下，再详细的处理一下这个字幕。这是扫描区域的控制，我们可以控制扫描区域的变化啊。现在已经处理完了，这儿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下，向左把这个主屏幕拖动，就会右边出来这些模板，点这个模板的叹号就可以对模板进行编辑，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编辑界面就可以出来了。那么点击这个中间，就相当于我用这个模板来提取视频。接下来呢，点这个，它就会要求我选择一个视频。选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它按照简体中文，按照位置来开始提取字幕了。这时候我们就提取出来了这个简体中文的视频里面的字幕。同样，我们开始翻译，调用 Grok。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把简体中文翻译成了英文。好，现在AI 的翻译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大，它现在可以翻译成5、60种语言。那我自己测试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只能识别2、3种语言嘛，所以我就测试确实不是很多。如果大家有什么发现翻译的问题啊，可以及时的发送邮件反馈给我。那么在左边这个界面里面，这个为什么要停下来？就是一定要允许粘贴啊！我知道大家默认都不允许粘贴啊，这个地方要允许粘贴，因为 Grok 里面已经把正确的英文的翻译结果准备好了啊，我们把它粘上，粘上以后，在我们的程序里就可以立即播放了。我们看，我们把一个中文的字幕的视频配上了英文的字幕啊，这就是转屏全屏播放的时候的样子。好，这就是基本功能的介绍。好，接下来我要演示一下在 macOS 上的翻译部分，
因为这个翻译部分和iPhone、iPad 上面有比较大的不一样。我们把窗口缩小一点，在这里。那我现在拿到了一个日文的日文的。现在我把这个日文的呢，你看翻译成好多了哈，我翻译出一个把日文翻译成这个越南。这时候点击这个 Start Translation 以后它会有一个提示去浏览器去翻译，因为在 macOS 上是没有 App 的那现在我已经把要翻译的字幕和提示词已经复制到剪贴板了。那我们现在切换到浏览器，尽量大一点，把它按这个 Command 加 V 然后发出去，这就是它翻译出来的结果。当然了，我要求它翻译成越南语了，翻译出来的越南语。点这个拷贝复制，注意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看，它已经在播放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 macOS 上面，我们不需要一个复制粘贴的一个权限的允许，所以当你把原来的字幕和提示词拷贝走以后，那我的程序实际上还在工作，我一直在监测你的剪贴板。当你的剪贴板有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检查是不是翻译后的字幕，如果是，我马上接收到，并且开始播放。这就是在 macOS 上的完全的不一样的流程因为在 macOS 上它允许多线程的这种多程序的后台运行的这种支持那接下来说，很多人就会说那我自己的 macOS 系统也好 ，iPhone 也好，我的空间是非常受限的，那这怎么办呢？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当我这边的选择数据的时候，我会有，首先我的 macOS 系统上挂了自己的外挂的硬盘，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用 Type-C 接口已经能实现10GB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传输，这个10GB 的传输级别是卖这个移动硬盘盒的客户宣称的但实际上我们能达到的拷贝速度大概能达到300兆左右的传输速率它共享出来的目录就是用这种方式扩展出来的存储空间，它的扩展目录是足够我们用于播放视频或者用于字幕识别这样的需求的。那在我的机器上呢，我不但有自己的外挂硬盘，然后把它分享出来，在 macOS 上叫 SMB 也叫 File Sharing 文件共享方式，可以把自己的目录共享出来。在 Windows 下呢，也有同样的方式可以通过 SMB 协议把自己的目录共享出来。我在视频的下方会贴一些这个共享方法的一些其他人做的视频，我就不做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程序呢就可以很大的扩展，从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自己家里的 WiFi 上挂的一个小机器上面来读取数据，来进行播放，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我这里边你看，我有一个 Mac mini 机器我还有自己的这个外挂硬盘，所以我们家的这个扩展的这个资源呢是非常的丰富的最后呢，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想法，或者是愿意沟通的一些细节，都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或者访问我的网站。这些信息都会在视频的介绍或者是回复中体现出来。谢谢。